有关水神引荐仙神的消息在天庭不胫而走，不少仙神闻讯而来，在通明殿中转了一圈，看看水神大人亲自举荐的谪仙，而后飘然离去。半日之后，齐元老道晕晕乎乎、恍恍惚惚中已是走完了程序，正式成为了天庭在仙级的低阶小神。自此隶属于山岳神序列，不入品阶，辖地为东胜神州渡仙门方圆万里，也拥有了一些神力。齐元拿到了一枚玉牌，其上有功德业障刻度，每100年回返天庭一次数值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方刻画着山岳的印玺，这是他的神权宝器，比普通仙宝威力大了不少，可砸人用，也可以施展小小的山石崩碎法术。多谢各位啊，多谢各位。齐元老道拱手道谢，众仙神笑着回礼，各自忙碌天庭事务。有仙神送齐元出了通明殿，指点了去东天门的云路。齐元老道答了谢，刚要驾云而起，就听一旁又有笑声传来：齐元道友又见面了。一旁褐色仙袍的东木公驾云而来，齐元不由一愣，一缕传声钻入他耳中：道友莫急，吾乃木公，水神之好友，奉玉帝陛下之命，来帮忙遮掩道友跟脚，送道友去上任。齐元老道顿时哆嗦了一下：东木公，天庭南仙之首，还是奉玉帝陛下之命亲自送我去上任。圣人老爷在上，我只是个走后门的拙仙。哎呦，这后门都快走成正门了。齐元老道的反应还算是迅速，知道自己给水神惹了麻烦，立刻做了个道揖：拜见木公。东木公向前迎来，拉住齐元的胳膊：前些时日一别，不曾想道友也来天庭效命，好事好事啊。这个不敢劳烦木公。水神深得陛下信任，平日里可比我忙了不少，若是有事直接找我就可以了嘛。东木公笑着埋怨一声，两个人就如同熟人一般寒暄几句，驾云飞往东天门。前路上又有卞庄与几位天将等候，率了数百天兵相随，送齐元走马上任。东木公与众天兵天将还真就把齐元送回了东神州。到了渡仙门方圆3万里之内，齐元老道得了李长寿传声，对着木公连连道谢，言说不敢再多劳烦了。东木公为齐元留下了一枚传送玉符，这才让齐元老道自行回山神辖地。本来东木公还想安排人去建个山神庙什么的。辞别木公和众天将天兵，齐元老道一路都有些迷迷蒙蒙、醉醉醺醺，又在李长寿的指点之下，施展土遁，在各处逛荡了2天，才回到渡仙门。入了山门，齐元老道着实是松了一口气，一颗道心落到了实处。哎呦，我这……罢了，回去修行吧。哎呀，这个洪荒也太让人捉摸不透了。齐元老道故作无事地飞回了小雄峰，入了4、5层大阵，回返自己的草屋中入座。回想着简简单单的天庭一行，不由冒起了一个又一个疑问。这都是什么情况？师父，李长寿笑着传声，之后您就安心修行，功德自会慢慢增长，帮您增加寿元。长寿啊，你跟这个水神很熟？弟子就是。齐元着实是一愣，只觉得道心混乱无比，隐隐有些头痛。师父，您切记，若要外出就告知弟子一声，也要带上那枚玉符。齐元点点头，坐在那儿陷入了沉思。与此同时，天庭姻缘殿中，
月老正在那儿来回踱步，不断思索，很快就是下定决心，迈步去了后殿。这位奇缘老道的姻缘，再看看有苗头就安排上。小琼峰地下密室，先是捕捉到自家师傅在那儿打坐出神，李长寿笑了笑，继续摆弄身前的棋盘。他只是将黑白棋子们摆成一个个没有什么具体含义的简单图案，借此放松一下心神罢了。原本的地下密室此时宽敞了10倍，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完整的洞府，并预留了师傅师妹和2位师叔的房间。李长寿此时只是一人独处，细细思考自己那一整套封神前的准备计划。此前在北俱泸州就已经决定，接下来100-200年他不会去主动谋算什么，静观风云变化，沉淀道心，探索大道。在这个阶段中，较为重要的2件小事已经做完了，小琼峰3期改造工程完毕，以及师傅沾天庭气运功德。现在的小琼峰以那一套多宝道人所赠5行灵珠为基础，借圣母宫得来的几样重宝，巨幅强化了5行大阵的威能。虽不敢说如今的小琼峰便能够硬扛先天宝物的轰击，但是最起码已经达到李长寿此时能做到的极限防御能力。躲在家里并非没有意义，如果能够搞一件防御类的至宝，填充在小琼峰复合大阵的主阵眼，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极洞府。当然了，这个只是构想，纯粹的概念图。他要用多少本漫画作品才能够积累足够的积分，把女娲娘娘今后会赏赐给旁人的山河设计图兑换出来呀？难度也未免太高了一些。这一波在圣母宫的收获已经算是十分的丰沃了。接着那一小撮9天息壤的威能，以及大法师此前已经给自己的乾坤阵势，李长寿将小琼峰完成了整体乾坤如意化。小琼峰不只是可大可小，兼顾洞府、板砖、自移动超级阵法炮台等功能，更能将峰上站立之人凭乾坤借子之法一同缩小放大，让跑路变得更加的简单方便，是他天庭普通全神此生矢志不渝的追求。如此一来，战略后退也被赋予了浓浓的艺术气息。李长寿此时也察觉到，圣母宫走这一趟对自己心态影响颇大，可是影响再大，该修行的还是要修行，该谋划的还是要谋划。自己在人教混日子的主基调不能变化，在自己拥有自保的实力前，还是以得圣人庇护，成就功德金身为目标去努力。虽然心态上有了变化，但是封神大劫前的各种准备不会被影响，他还是要做一些力所能及且不会威胁到自身安全之事，保住道门元气。在弄那几万页漫画的时候，李长寿有意无意地问了一些小问题，或许是圣人娘娘也有些无聊，给了李长寿一些回答，让李长寿得到了不少有用的情报。起码他对天道2字的理解比之前深入了许多，对天道不可一味顺应，也不可强行忤逆。这是何意呢？不可顺天指的是主动去做天道的法宝人，被天道以运势加果，只要自己所求与天道大事出现偏差，自身就难得善终。不可强逆指的是与天地大事相抗，除非是能超脱天道的圣人，不然只是自己找死。前有浪前辈渣都不剩的警示，后有封神大劫赵大爷和云霄仙子的劫难，李长寿如今已是不得不将手伸到封神大劫的棋盘中，放弃一切对天道会对自己仁慈的幻想，做最周全的准备，借大事改小命。命啊！李长寿伸了一个懒腰，把棋盘收起来，
站起身来。修为越高越觉得清净无为这4个字境界果真无比高深，远非此时的自己可以参悟通透的。走到那2幅被他重新装裱的仙子画像面前，李长寿负手而立，看看左边的灵娥，抬手摸了摸嘴唇。当时就算是灵娥把他喊醒，又能怎么样？哼，话又说回来，这叶公好龙的丫头能做到这种地步，倒也是有些长大了。后面给她安排安排，让她外出历练，接触一下洪荒世界。如果她最后还能收心，回到小琼峰中安静修行，就算她过了倒数第3层考验。再看一眼旁边的云霄仙子，云霄仙子就站在那只桃花下，一世独立，出尘缥缈。李长寿的想法却是颇为朴素，不管咱俩最后能不能成，这次能帮你，我自不会袖手旁观。论如何在封神大劫稳健地捞人，李长寿自然是早有伏案。走去一旁角落，取出一张卷轴，缓缓打开，仔细斟酌。这是一个复杂的公式，导出的结果是天道允许的偏差率。李长寿需要一些样本数据，推导出这个固定数值，作为自己在封神劫难中动手的参照。封神大劫套在商周王权交替的剧情上，事情是一步步发展，大劫也是一步步失控。且不说3位圣人老爷紫霄宫牵压封神榜之事，单看封神之事的发展，从最开始商王帝辛提浪师侮辱女娲圣母，圣母招来万妖，选中轩辕坟3妖，九尾狐、琵琶精、9头野鸡，去魅惑帝辛，加速商国灭亡，以此作为惩戒。到其后帝辛暴虐成性，周国崛起，反商国的诸侯联盟成立，阐教截教仙人纷纷下场，加入周商2个阵营。这其中陈塘关雄马搞事，远在石觉镇赵公明惨死，九曲黄河大震镇12金仙之前，扎二的故事自己能改动到什么地步，就可以一定程度上作为封神后续算计的参照。那颗灵珠子现在何处？是在王母娘娘的瑶池中，亦或者是在圣母宫的哪个角落？李长寿对此没有任何讯息，也并不着急，毕竟扎二的爹地就在隔壁破天峰上修行了，100%被空手接板。这个封神大慈父培养计划该提上日程了。嘿嘿，三妹呀！南海深处，某个繁华房镇，某个在方圆几万里颇为知名的洪荒连锁酒楼的雅间，脱下最喜爱的铠甲，换上一身普通道袍，又隐藏了自身气息的截教外门大弟子赵公明正忧心忡忡地问着：你这都出来逛这么久了，啥时候去做正事啊？哎，你可莫要诓骗了大哥我，这若是被二妹知道了……哎呀，这才多久？琼霄刚喝了一些佳酿，脸蛋有些红扑扑的。他正趴在窗边，看着外面各处闪耀的仙光，飞来飞去的人儿，抱怨道：在岛上哪有外面这般热闹？姐姐偏偏又那般小心翼翼，也不知在怕什么。大哥，除了6位圣人老爷，你现在打不过的高手还多吗？应当是有些的。赵公明抚须沉吟：莫要说别的，你不是说有妙计吗？人金光师妹还在岛上等我回信呢，不能总是晾着呀。琼霄哼了一声：晾着其实是现在最好的法子。老哥，你先问清楚本心，免得我帮你推了这道侣，你后面还要怪我多事。这个我不就是因此才拿不定主意吗？现如今道侣2字已是成了仙人夫妻的意思。金光师妹对我吐露心事时，也是奔着结成夫妻去的。哼，大哥，你不喜这般吗？琼霄嘿嘿笑了几声：生灵分阴阳，大欲自古存。
男子女子那点事儿，大哥，你何必回避呢？赵公明皱眉道：“你说这做甚呢？就跟你很懂一样。”哎呀，大哥呀，你还没明白自己在躲什么吗？你到底是真的对金光师妹没心思，还是觉得自己从远古修行至今，如今也算天地间有头有脸的1号人物，效仿后天生灵行人欲之礼，丢了脸皮？言罢，琼霄又粗着嗓音，绘声绘色地模仿着赵公明。哇呀呀，贫道怎么能做这般事？双修岂非让人耻笑，高手风范何存呐？赵公明在旁不由一愣，细细体会，仔细琢磨。三妹你说的还真是有几分道理。琼霄清了清嗓子，端坐在圈椅中笑道：大哥，你知道你这是什么吗？愿闻其详。矜持。怎么样？琼霄的双眼笑成了月牙弯弯。我这般分析，不比你长庚老弟差吧？知兄莫若妹，我还不了解大哥你的脾性吗？所以说，这事儿还是要我来帮你。长庚只能治标，难以治本啊。赵公明缓缓点头，目中满是欣慰。哎呀，有这般妹妹，何其幸哉呀！但赵公明先是扫过各处，凭他的实力，此地各处的布置自然都能够轻松看透。那般随处可见的不可描述之画面，让赵公明的额头再次挂满黑线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你带为兄来天涯阁的目的？